在北京城有一座享誉全国的顶级医院——积水潭医院。在这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大师，田伟院士是这里的明星。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积水潭医院原院长，他凭借过人的医术和卓越的学术造诣，为无数患者带去了生的希望。然而，就在近日，一个惊人的消息彻底粉碎了这位院士对公众的神圣形象。田伟因涉嫌严重腐败行为被纪委带走调查。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其家中被查获的现金高达3亿元人民币。作为中国医疗反腐领域标志性的大案，田伟院士案的曝光无疑是当头一棒，狠狠击碎了民众对医疗体系廉洁形象的最后幻想。这起案件戳中了医疗领域腐败的痛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事实上，医疗腐败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无处不在。一位资深医生直言不讳地痛斥，中国医疗系统长期制度性缺陷导致这个行业的腐败行为缺乏有效监管。最重要的灰色领域是医药和器材，最关键的是定价腐败。这位医生举例说，以药品为例，医药厂家在报价时就会把后续通路上的各环节行贿费用计算在内，从主管定价部门到各级医院和科室，层层递进，最终推高了药价。据他估计，有些药品的市场价格可能是实际成本的10倍之多。更为触目惊心的是，腐败已经无孔不入，成为中国医疗行业的潜规则。另一位一线城市医生分析说，中国医生存在普遍的开药赚钱习惯，不论医生级别和声誉如何，几乎人人都在从中分得一杯羹。绝大多数医生都会这么做，有名望的大夫也好，小医生也罢，即便是我很要好的那些医生，也都这么做，就是习惯了，总要给你搭一些药。这位医生说，所谓搭药，就是给病人开一些不太需要的药物，但这种行为很难被拿捏实质证据，因为医生总能拿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就是腐败的隐形杀手，无孔不入。更为吓人的是，在这个医疗腐败的利益链条中，医院院长可谓是暴利的香饽饽。有医生直言，由于院长对药品和医疗设备采购有重大决定权，直接关系到医院财务收支，他们宁愿去做一个2、3线城市的院长，也不愿到同级卫生主管部门任职，因为后者受监管要严格得多。细思恐极的是，如此普遍和深入的医疗腐败，不只是对全体国民身体健康的一种公开伤害，不单是把病人当提款机狠狠掏空钱包，更是滥开药物、过度检查，对国人的健康造成极大风险。令人心寒的是，田伟院士案并非个例，而是冰山一角。去年以来，中国各地至少有200多名医院院长和党委书记因腐败问题被查，不乏一些高级别的官员。比如说，那起轰动一时的四川省广安市陵水县第2人民医院的惊天腐败大案，全院725人集体涉案，情况简直太过骇人听闻。一套医疗设备3520万元，院长就拿回扣1600万，再从药商那里收取1400万回扣，财务人员直接改账本数字，挪用2400万公款去赌博，仓库管理员、医生、护士无一幸免，全部参与分赃。这哪里还是医院，简直就是一张腐败的大网，活活把全体百姓的民生钱都给掏空了。面对如此猖獗的医疗腐败，政府过去20多年其实也不是没有采取行动，比如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就让部分药品价格平均下降了54%。但由于多方利益勾结，加之单纯的降价无法根治暴力动机，最终收效甚微。直到最近，政府才拿出了猛药医治这个行业的顽疾。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拳出击？原来今年两会期间已经释放出了重要信号。2024年卫生健康领域财政预算支出占比直线下降近10%，位居各项支出降幅榜首。这背后是国家财政在紧缩，资金往别的领域流去了。
为了控制支出，反腐变成了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两会过后的国常会就迅速部署，重启了新一轮的医疗反腐行动。这一次调查的级别更高，力度更狠，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今年全年都将是医疗反腐的战役，届时我们有望看到更多腐败分子曝光，更多肮脏勾当被扫地出门。不过，专家提醒，医疗反腐需格外小心，否则可能会伤及行业正常运转，影响群众正常就医。去年曾经出现过由于反腐力度过大，导致一些地方医院手术量大减的情况。最终，国家卫健委不得不喊停，要求不得随意扩大整治范围。这一轮反腐能否最终趋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改革目前体制性缺陷，比如权力高度集中，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专权太大，再比如缺乏真正的透明和外部监管机制等。只有与体制顽疾拔了毒刺，革除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反腐才能扫尽隐患，绵延不绝。回看田伟院士的案例，足见医疗反腐之需要了。作为一名大腕专家，拥有令人敬重的学术地位，本应是最难出问题的群体，却被查出个3亿现金贪腐大案，实在叫人瞠目。如果说连院士这个层级都存在如此重大腐败，可想而知下面基层跟风吸血吸到什么地步了。这狠狠打破了大家对医疗行业高尚形象的幻想。一位资深医生吐露，腐败在整个医疗体系中无孔不入，已经无处不在，从医生护士到诊所医院高层，几乎无一幸免。更可怕的是，腐败早已形成一种隐形潜规则，默默被视为常态。很多年轻医生入行时勉强还坚持底线，但没过几年就会被这种环境彻底同化，也学会钻空子牟利。一位老医生叹气说，腐败已经根深蒂固，单凭查处打击很难驱除，必须从源头上推行彻底医改。导致医疗腐败如此顽疾的深层体制原因确实值得深思。首先是医院过度商业化运作，不负初衷，其次是医生薪酬收入与开药、检查项目直接挂钩，造成滥用职权，再者是体系内部权力垄断，监管缺失，为腐败创造温床。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腐败产生惯性纵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专家分析，中国医疗腐败之所以如此顽固，正是因为它不仅是单纯的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源于利益格局扭曲的结构性硬伤。光靠素质教育或查处远远不够，必须扭转根源动因，比如推行医生雇薪制、阳光采购、加强外部监管等。这固然会让很多人既得利益受损，但只有舍弃肿瘤般的旧体制，医疗事业才能重焕生机。这是一次困难重重但不可不做的手术，也是医疗的最后自救，专家说。然而，现实的残酷在于，即便狠抓反腐，如果利益格局不变，腐败依旧会死灰复燃。正如很多老医生无奈地说，在如此扭曲的体制下，年轻人虽有理想，但很快就会被同化。更有内部人士透露，一些大医院高层早已与医药商、设备商勾连成利益集团，上下勾结分赃，滥开高价回扣成了潜规则，反腐行动也难以刹住贪婪之徒不断循环的腐败行为。消息人士更是泄露，田伟案只是冰山一角，未来会有更多医疗体系高层的大老虎浮出水面，届时医疗系统可能将遭遇空前震荡。广大民众痛陈，医疗腐败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期盼这次反腐能露头就打，把腐败分子统统连根拔起。但更多人也在忧心，如果不把体制性原因解决，腐败终将卷土重来。一位经验老道的医生直言不讳，中国目前采取的反腐措施都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最多就是控制一下。他强调，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单是医院，整个中国是个系统性的腐败。